好，川普海盗来了。这一次他说呢，最新放话，他说未来想要通过荷姆兹海峡的国家，我要对你征收20%的保护费。这个保护费呢，价格经过估算，竟然比伊朗的收费还要高了15倍。话一说完，国际油价继续的暴涨。今天就这个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探讨。好，中东的冲突再次的升温。革命卫队最新消息，他已经把这个整个荷姆兹海峡都给完全的封锁住了，包括当天呢，他向一艘未经核准航行的这个货柜船开火，导致这一艘是来自于塞浦路斯籍的货柜船。引擎室严重的损毁，1名船员失踪。随即，美国立刻对伊朗发动了新一波的空袭。在这个事故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个统计，有关于荷姆兹海峡它的船只在上面的通行，在战前大约平均一日是125到140艘，现在单日已经剩下不到10艘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来看川普最新呢，针对荷姆兹海峡，他决定呢要来收费了，大收费。他说呢，美国才是荷姆兹海峡的守护者，未来基于公平性，我们将会对在这边要运送任何货物的船只征收20%的一个费率。巴西总统鲁拉听了非常的气愤，他说这根本就是海盗行为。伊朗的外长说，川普你收的这费用实在太贵了，我们伊朗的比较合理，才是真的海峡守护者。我们来看一下伊朗的收费是这边经过估算，一艘大约是200万美元，相较之下，确实美国收的费用是伊朗的15倍，难怪呢，伊朗在这边稍微开酸了一下。除了针对于海峡收费之外，这个川普也最新放话了，未来还有这个军事保护费，要求要负担这些军事保护费的国家，他也点名了，包括了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未来川普说，你们还要缴另外一笔是美国保护你们的费用，这个费用到底合不合理，还是他在发战争财？川普，那上次哥怎么看？其实就这样子，打仗这种事情，首先有2种，一种有时候打红眼。就是打哇，就是瞎打一通；另外就打歪楼了。我们这次看，大家应该还记得这场美伊战争的原始之初，这个川普最要的什么？是核浓缩铀，他不要让伊朗有核能力。然后他那个口口声声都在这里，然后对美国国会表达解释，也是仿佛小以大义，然后为了中东和平，还有世界和平。因为伊朗如果有核弹的话，全世界你欧洲也可以打你。可是现在。打到现在，大家要看到了。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打，主要还是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因为他是荷姆兹海峡这件事情惹恼了他。所以在惹恼的过程里头，他就你知道，毕竟商人，当他很火大的时候，他就要收钱，就是跟他关税很类似。所以他这次提到说收20%之后，真的是大家都笑了哈。当然没有人紧张，都笑了。我觉得最酸的真的就是伊朗说，哇哦，比我们收的还要更多哈。要知道，其实这一次。我讲这个部分会不会具体的实施？因为大家也不会缴啦，你要怎么缴呢？你要怎么收？你要怎么算呢？然后你要整个在美国的这个预算里头，你要怎么样介入呢？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里头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在这个波湾当中来讲，首先美伊战争，如果说你有一个和平的具体的部分的曙光，然后你于是大家来谈钱也倒罢了，现在还打得不可开交，还可能更严重。而且现在包括欧洲国家也有点受不了了。我们知道英法都说他们也要来护航荷姆兹海峡，所以最近其实这一次当中，伊朗也同时打了法国的3个军事基地跟英国的1个基地，就在今天哈。所以我们在知道这个过程里头，就变成这里头现在有点开始是一锅粥的。这一次并不是他说要收钱，这里并不是个新的方向，我觉得是。打歪楼，再加上打红了眼之后，然后再加上川普的火大，再加上商人，这个一锅粥当中突然萌鲜出了一个收20%，一个非常荒谬。你觉得中国会缴吗？然后中国在投，然后日本那些会缴嘛？所以都真的很难说啦。但我觉得无论如何，荷姆斯海峡已经更加的确定这次的影响性。但是我们要注意，油价这一次只暴涨到70块美元，没有突破100，也表示说虽然上涨，因为它现在跌到大概50-60左右哈，但平常价，所以也就表示说现在资本圈已经开始脱敏，并没有因为川普讲说我要收20%，油价包括资本圈就疯狂的失控。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当然对还是影响到包括台北股市的这样子的一些反应，但我认为这些反应不会太久。好，那同样问题，县长要怎么看？首先我说收20%是做梦，不可能的。第一个不合法，在国际法更不行。第二个就是美国没有能力，现在那个整个在控制在伊朗的底下，他控制了荷姆兹海峡，除非美国把伊朗在所有能够够到这个武器够到这个荷姆兹海峡的地方都占下来。他否则他不可能说这个护航这里。
那他怎么可能站得下来？地面部队推进去，美国不知道要死多少，他不会去做这个事的。但他为什么这么说？他为什么要说大家要出钱？我第一个其实我想到，当然我可能我的这个内心比较黑暗一点，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说，当我说你们大家都要出钱，可是你们都不出钱的时候，我就说那对不起，我走了。因为我为什么要花钱保护你们？我觉得这是他撤兵的一个理由。就到时候我走的时候，因为这个，因为那个，中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们都不出钱。我为什么要一个人保护你们？你们都是这么有钱的人，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想法。那第二个，他当然就是对美国国内的选民，选举快到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帮他们出钱呢？啊，对不对？那美国选民一定认为，对，我们不应该帮他们出钱的，我们要收钱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主要的考量，一个就是他真的想要走，这是他骂别人的一个理由。第二个就是他也要对国内的一个交代。你看到没有？我没有让外国人来欺负我们美国人哦，大概是这样。好，这会不会是川普这个未来的选举策略、政治上面的考量？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国际油价在这个川普跟伊朗打来打去、互轰的这个状况之下，现在呢不排除现在市场预估不排除挑战$85或者是更高的价格，未来可能都要由美国的消费者买单吗？干哥怎么看？我跟你讲哈，川普搞这一招哈，你知道最生气的、最可怜的是谁？你知道吗？就是买黄金的那些投资者。你知道，本来啊，黄金已经开始抬头了，结果现在一搞，好了，黄金又跌下去了。北海布伦特原油已经涨到了83块1桶了，那最高点的时候。然后西德州中级原油到了78块，两个差5块钱。当然这个都浮动的啦，可能明天就掉下去也不一定。但是美国如果再打一波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又再往上爬。它虽然不太可能会冲破$100一桶，但是光这个价钱就害黄金从每盎司$4000已经掉破$4000的大关了。哎，这真的很多投资人都在淌血，你就晓得了。川普搞乱国际金融秩序的功夫是一流的。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你要知道每天的营运成本有多高。如果这些船不能从荷姆兹海峡安全的通过的话，那商人要花多少的加倍的成本下去？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为什么荷姆兹海峡是你伊朗的？阿曼也说那也是我的啊，我也有一边是我的啊，对不对？怎么不是我收呢？等一下卡达说我也有一点啊，我也要收啊，所以到底谁该收？结果阿拉奇跑出来，伊朗外长他说：“我告诉你，过这个海峡当然是要收钱的啦，不过不是美国收，当然是我收啊。”对，照这样子讲的话，那台湾海峡，我们台湾可不可以收费啊？那对岸，我们祖国亲爱的同胞一定会说：“不是，这个是我们靠近海南岛这边，当然是我们中国来收费啊，对不对？这更不像话了，胡说八道，川普那痴人说梦，怎么可能说我今天他跟你美国什么关系？他是阿拉伯世界周边波斯湾周边国家的事情。你如果说他们正好石油从这边出来，那也不关美国的事。你川普就是要收保护费，就讲白了保护费嘛。那么多船为什么要关闭 AIS 系统 ？AIS 系统船舶主动那个通报系统，也就是说，伊朗他在这几天为什么会打这些船？就是我问你的，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航管中心在问天上的民航机，就是用询答机来问他，要回答。你不回答，我们就认为你的飞机被劫了。你知道？那叫询答机。transponder。然后这个是什么 ？AIS 系统是所有全世界海上公定的，你要过去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回答我，因为我叫革命卫队。你不回答我，我就打你啊！因为这样而被打。你要知道，那个如果要停下来的话，要交$200万啊！所以能闪的话就跑，知道？所以为什么这样？那3艘就被打到了，大家都是。